作为陪伴第五人格一路走来，在赛场上铸就过不朽传奇的上古屠皇 Alex 这个名字似乎已经成为了第五人格职业联赛的一部分。观众习惯了赛场上的他稳健又可靠，习惯了狗胆包天闪，习惯了他操作出英姿飒爽的破轮和鱼女，也习惯了稳中带秀的邦邦和蜡像。Alex 举起深渊奖杯的场景仿佛还在昨天，当观众还在津津乐道军工厂邦邦与冒险家的爱恨情仇时，却传出来 Alex 深渊6即将退役的消息。一会儿要去转移阵地玩逃生试炼了，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跟狼队上套的结果啊。下一赛我是休息的。当军工厂的隐士追大副无果，打出4人看门战后，观众们意识到，这是深渊6的 Alex 带给大家最后的比赛了。对，当时就反正就挺像梦一样，就我就刚从 PC 转到手搓，竟然就直接冠军，然后又 MVP， 太梦幻了，这对于我来说都有点就是不现实，就只能说顺风顺水吧，然后又幸运，因为我不同于其他人，就是一进职业就顺风顺水的，然后大家对我的期望也蛮高的，就也没有辜负大家期待。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个角色来代表自己过往的职业生涯的话，你会选择哪个角色呢？比如说我们现在能想到的，击碎对手希望的破轮。哎，是不是远了？远了，没吃到，而且远了。车哇，但是夹子太准了，决定4抓来哭鬼。直接太准了，前面他直接撞了，他只能弹护腕去救人了，因为他火了。但是在他弹护腕瞬间，一个交弹，直接带走4抓。在永眠阵这关键一局站出来，用爱哭鬼完成了一波关键的4抓。然后包括拿下。我们现在都还有冠军时装的巅峰荣耀的天狼星的雕刻家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就是4抓。为什么选雕刻家？因为他要4抓，而且他上线终结比赛。就是即使其他破轮的话，只能说他是正好在版本更新了之后，正好我比较容易上手，所以破轮就算是一个幸运。然后爱无尾的话，就是从始至终就这个角色跟我挺有缘的，我平时都不练的，但是我出这个角色，我就是一定能打好。然后我一般只会在需要真的时候才会出这个角色。然后爱无尾在 PC 上我就一直在玩，然后到手搓就练起来的成本就非常的低，就很容易就上手了。所以我应该觉得是爱无尾吧。我17年、18年打的小丑那个时代，就有人就一直跟我说我的小丑就打得非常的神嘛。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每个角色他只是在吃版本的红利，就是我是觉得大家还是平常心看待，因为不要太过于神话，因为你把我捧得越高，那他摔的就越惨嘛。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总会有失误的，就是不要太神论化，当一个普通人来看就好，总会有失误的。就是喜欢造神的话，那这个神它是一定会跌落下来的，一定会辜负你的期待的。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，粉丝把你神化了之后，就是如果你没达到他们神化的那个目的，就是他们希望你达到他们自己想要的情况，但是你没有满足，他们就会变得很应激，然后会导致他们就是觉得你不努力，或者觉得你辜负了我。但是其实就自己平常心看待就好了，就是我不是任何人的傀儡，就是你希望我怎么做，那我要怎么做，那跟你都是无关的，做好自己的就行了，而是不要一味的要求我去满足你的任何要求就行了。对于我来说的话，我做任何决定都不是那么纠结，就是如果我做了某种决定，那这个决定是一定会被执行的，就是它一定不会被打乱。其实这个决定的话，就已经就是规划很久了的决定，因为我给自己想出了很多就是退路嘛。主要是打得逐渐乏力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压力太大了，然后经常需要出门吃饭、出门散步才能缓解压力，甚至就是说到之前的不是听音乐缓解压力嘛，所以这个已经做不到了，就是压力已经非常大了，所以想先暂时退役放松一下，然后等自己就是缓解一下过来之后，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再进入职业之路。所以当时的心态就是先让自己放松一下，然后后面再看，因为我给自己安排了很多条路线，即使这条路线没有达到也不要紧，反正有很多路，我就只说一条吧，
就是首先去给自己放松缓解压力，就想着先到处旅游嘛，然后在旅游的空闲期间去把驾照也给考了。我对开车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，主要是我爸妈老让我考驾照，那我只能去考了呀。反正目前就这一条，然后其他的规划因为已经回归赛场了嘛，那其他的规划全部都被划掉了。虽然电竞并不是 Alex 人生中唯一的选择，但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当初的 Alex 是站在解说台，被点燃起了打职业的激情，从而义无反顾地进入到了 IVL 之中。或许对于比赛来说， Alex 已经不再是巅峰时期状态最好的年轻人，但对于他自己的人生来说，此时正是最有希望和前途的时候。就是我休息的那个赛季嘛，就是我看到我也会就是在关注比赛，但是看到那些比赛的那些屠夫，就是被他们各种人来暴打，那真是看着就挺心酸的。然后因为各种被3跑4跑，那代价就是你打得不好，你肯定会被说嘛。那我觉得就是，那我既然我能打，那我为什么就是不上去打呢？而是在这里坐着看他们在那边受苦。所以我是觉得，看他们受苦，不如我自己上去把对面给受苦一下。这就是刚进职业的想法，就是我在这边打着，然后就想着到时候会不会打得不好的时候，有个人替代我，然后我就完美的退役就好了。这个想法其实是错的。然后现在的想法就是，只要我还能打，那我肯定就会继续打下去。如果有比我厉害的，然后他也愿意接替我的位置，那我当然是很愿意去让出来的。我肯定不会一直打下去的，所以我挺乐意就是有人来替代我。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为什么会继续打职业，就是因为目前还没有人一直替代我，所以但是我自己还能打，然后实力也不差，所以我一直在等待呢。秋季赛前 WBG 主图杨某人退役，无图可用的难题摆在 WBG 面前。君不见长松卧鹤困风霜，时来屹立伏明堂。缺席了一个夏季赛的 Alex 重新回到了他曾熟悉的赛场。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，我爱 ID 马丁的弟。过来出一个铲子，赶路速度哇非常高，感觉前面这么丝滑，但门马上能开，继续走。是的，岩是直接选择贴，两边堵，马上就到门口了，门非常的极限，打到了野人，这就是顶级熟练度的科技，没有一次这波凯路没有一下卡，但凡他卡一次卡1秒，这个人都留不住。反正第一场就回到了就像是这个地方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又很熟悉，因为感觉就感觉这些地方就是来过无数次，然后来了之后就感觉好熟悉的地方。因为第一场还是很紧张的，我记得是因为比较慢热嘛，先是第一场打完之后后面就会好一点。因为我每次站台上我就心里就想着这场比赛该怎么打，脑子里全是那个就是这场比赛的东西。对于赛场来说，只有这一场对局，对，然后就是还有自己的状态，就不会太在意别人的那些想法看法啥的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环境有关吧。如果环境就是比如说环境气氛到了，那可能这个最初的那个激动的火焰说不定还能燃起来呢。我当然自己肯定不会给自己上压力，我的自己给自己预期就是先回暖，先慢慢恢复操作，恢复角色的熟练度，然后基本上克服的话也有时候会加练，然后有时候可能深夜喜欢打一把帝国人格，虽然说出来可能有点不好啊，但是基本上我在训练就是结束之后以外的时间，我都是在打别的游戏，然后来那个麻痹自己，然后来缓解一下。就打个比方，你工作正好下班了，你终于能去放松一下了，然后你别人就给你来一句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加班？你不加班，你是不是不用功？那你自己换位思考一下，你觉得烦不烦嘛？抛开我不谈，就是也就挺讨厌这个说法的，就是说你休息时间你不打排位，看到你在玩别的游戏就在那边说你，你不打第5人格，然后你比赛捞了就开始说你，就是因为你不打排位，真的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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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在道德绑架你。打排位，他确实是职业选手他应该做的事情，但是如果这个排位他
是负面的争议的话，那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。这个主要是得看自己的自律能力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操作在训练中没有打得不好，那你这个排位那确实是不能落下的。但是如果你在训练中你的操作是一切 OK 的，那这个排位你可以选择说这一中午是休息。但是排位的话就是尽量还是不要断，不管战绩它那个是差还是好，那都是能接受的。反正就是肯定会很差，但是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所以就反正慢慢回暖就好了。反正就是打好每一场是最好的。讲道理，我要不是职业选手，我早跟你们开喷了。然后主要是怎么说呢？我最在意的一个点就是别人评价我无所谓，但我不希望就是别人评价我，然后我没有什么任何的不满，然后粉丝就在那边不乐意，就跑去带头冲锋，就说你为什么没管好你的粉丝，然后粉丝就直接上升到正主了。其实然后就搞得就是正主是一头雾水，我干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干。其实我是挺讨厌看到这种情况的，就基本上别人怎么看就怎么看嘛。那总有那么一些人就觉得你不管打得怎么样，他总有话说嘛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因为他有的人他就是就是平时工作积闷很久了，就等着在网上发泄呢。那你管别人干嘛？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，还有自己的看法，反正就不要跟别人混为一谈就好了。你跟他们耗费口舌，不如多做好自己的事情。只有提升自己，才能闭上他们的嘴。再进少年拉满弓，不惧岁月，不惧风。秋季赛复健后，在 Alex 和人队的双向奔赴下，深渊期 WBG 顺利来到了小组赛。好像每一场比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，就每一场就每次一上台就想着这一局该怎么打，就不会想着有什么压力啥的，就不会觉得自己这把压力山大，这把压力挺小的。一个护腕，你敢受伤？有机会再见，来不及了，4跑了，一个4跑。你在冲动序列刀1米的话，有的时候他确实需要这个冲动来拿到机会。这个我觉得并不是说这个天赋是错的，我只能说就是我并没有把这个天赋给发挥到完美，因为就是这个天赋它是可行的，只是我没有发挥好，然后就可能它相比其他的主流天赋其他的更热门一些，就是一些冷门的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操作。歌剧它虽然乏力，但它就是比其他角色强势，它就是强呀，这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它那个强度就摆在那里，不可能不用。但是你跟其他的监管者比，那确实都不如歌剧，所以不好摇。比如说歌剧和鹿头这两个角色，就单拿这两个角色来说的话，确实是如此，因为它这两个角色跟民间跟职业相比，它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就是你只需要专精，它就是能打出来。可能是版本的问题啊，因为导致现在的新角色它的上手难度会比较低，就是可能要大家有一些新鲜血液，它更好上手来考虑进入职业嘛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。鹿头的话，主要强的一点就在于它的3个夹子。它的夹子可以封一些大家喜欢走常规的公式化的路线，它可以把这个公式化给你打破掉。然后就比如说有的选手他训练他就是纯走公式，他如果这个公式被打破了，他就直接成一个无头苍蝇，就不知道该怎么玩了。他的那个夹子还能封门，你可以提前去夹子那边封门，然后如果求生者不带飞轮的话，他必须是要拆夹子，或者是他必须要付出代价把这个飞轮给交出来才能继续点门，所以这就是他强，就是强在这儿。然后还有他的2阶钩子，就是他的2阶钩子，只要你勾得好的话，其实跟歌剧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现在的屠夫就是高机动性、高追击，然后导致的这些角色他强。国外赛区它的那个祭司体系会比较多，然后再就是双 OB 体系。我们大陆赛区他们前锋是很少用的，然后国外赛区就挺喜欢前锋加勘探或者前锋加古董这样来双搭配。这个就是跟我们不太同，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单6，然后可能有个人来 OB 之类的，但是国外赛区的打法就是双6，就是一个人在6，然后另外一个前锋或者是勘探之类的他在旁边 OB， 就2个人6轨，但是电击会很慢。印象的就是 AWG 吧，因为
跟 AWG 打下来的感觉就是他们是纯放松的那个心态跟我们交战的，因为我们稳第一了嘛，我们就是并没有很在意这一场比赛，但是他们就是非常放松，感觉就对非常放松，然后同时也很努力，他们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我们这一场。就比如说我们打 BO2 的那一场鹿头，他那个前锋确实让我就是挺惊讶的，我勾过来他撞我，直接给我撞断了，这确实也是一个新奇的克制鹿头的一个办法，挺意想不到的。那个奥特的小说家吧，他那个博板确实挺厉害的，因为就是怎么说呢，就国外赛区它的那个板区博弈确实是要比大陆赛区要强的，因为大陆赛区可能就讲究于道具的使用方法，但是国外的就比较就是考虑基本功、板区博弈，但他那个砸头确实给我砸麻了。大伙只要正常发挥的话，其实实力至上嘛，就不存在什么玄学之类的，就只要你自己打得好的话，就不存在什么民间队把你突然赢了，巴拉巴拉巴拉的。